这一次我们聊一个震惊的话题，新加坡政府用48亿新元只修了3个地铁站，你没听错，是3个站而已。全长4公里的地铁环线第6阶段，平均每公里造价高达12.1亿新元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已经可以竞争世界最贵地铁记录了。可能会有人要问，新加坡政府是不是疯了？花这么多钱就修这么点路？有人甚至调侃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是不是未来地铁站要卖起奢侈品了？不过你真的觉得新加坡政府会做亏本的买卖吗？我们别急着下结论，也别急着骂烧钱。今天我会跟大家详细剖析这48亿新元到底花在哪儿，为什么花得值，以及更深层的逻辑。背后这盘棋局远比你以为的复杂得多。如果能看懂，你不仅不会觉得钱花的离谱，反而会对新加坡的城市布局佩服得五体投的。更重要的是，最后我会告诉你，这场变局对你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内容。很多人听到这个价格都在问，这钱究竟花哪里了？地铁造价怎么能贵成这样？其实环线第6阶段的建设，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买条轨道那么简单，它是一场高难度、高风险、高成本的地下手术。首先来聊聊这段轨道为什么这么烧钱。环线第6阶段途经的是新加坡南部最早开发的区域，这片区域地下的管线可以说是密密麻麻，堪称一锅大杂烩，高压电缆、光纤网络、水管交织在一起。如果要在这样一片地下迷宫开挖，施工不仅难度极高，而且必须谨慎到不能让任何一根管线中断功能。而地下搬家这一项工程，直接吞下了整整20%的预算，大于10亿新元。仅仅是调整地下结构的成本，就已经堪比某些国家修整条地铁总预算的开支。接着是广东民站的施工难点，这里位于新加坡的历史建筑丹戎巴葛火车总站之下，而政府对它提出了苛刻的保护要求，施工必须保证任何建筑元素都不能损坏。这等同于在半透明鸡蛋壳底下建一座工厂，却一丝裂纹都不能出现。不仅需要尖端技术投入，更需要耗费大量资金进行历史建筑保护，自然也增加了巨大开支。最后还有一个隐藏工程——金泉车厂，它不仅是轨道的配套设施，还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自动化地铁车厂，面积相当于27个足球场。经过扩建后，它能容纳133列自动化列车，为环线闭环后的高效运营做支撑。可以说，这座车厂是未来南区交通系统的心脏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环线第6阶段看起来让人啧舌的造价背后，其实是对技术历史和未来的多重投资。而新加坡政府对项目的严谨态度，也让这48亿显得并不冤枉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，环线闭环到底意味着什么？这笔天价投入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？走，咱们接着往下看。闭环听起来可能只是多了几段地铁站，但它其实涉及到整个新加坡交通网络逻辑的升级。我们来看一下闭环之前和闭环之后的区别。大家都知道，新加坡的地铁网络长期以来是一种射线型逻辑，所有地铁线的设计理念基本上就是条条大路通 CBD， 所有的资源和交通流量都会向 CBD 聚拢。然而环线的闭环彻底改变了这种交通逻辑， CBD 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唯一枢纽，开始沦为环线中一个普通的站点。这是一个交通逻辑的大变化，而变化带来的就是区域价值的重新评估。打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在闭环之前，新加坡南部的 Telok Blangah 和 Pasir Panjang 一带去 CBD 是个大麻烦，如果要绕一圈地铁，至少得花上35分钟甚至更多。而闭环之后，这些地方到滨海湾金融区的时间一口气缩短到只需要12到15分钟。你品你细品，这是什么样效率的提升？潜力飞升的黄金位置说的就是这个。以前这些区域因为距离 CBD 的尴尬位置被称为盲肠区，但现在盲肠一下变成了全岛的黄金咽喉。而且你知道赢家一定会分出输家，谁是输家？可能是那些靠近老 CBD 但却没在闭环范围内的老旧公寓。这些地方以前的稀缺性可能会被南部滨水区未来1万户全新的住宅彻底取代，连租金市场也会被新地铁带来的房源稀释。所以交通圈的变化直接决定了资产逻辑的变化，这点你不得不服。不过大家别只看到通勤的便利，这48亿砸下去，其实是在无形中为新加坡的房产价值做了一次重新对标。低地段的定义被彻底刷新了。
过去衡量地段，我们看的是物理距离，也就是离市中心有几公里。但2026年闭环之后，这个逻辑转变为通勤能级。这意味着一些原本处于二线位置，但现在位于环线节点上的旧社区，正在迎来一次资产价值的二次发育。如果你关注那些紧邻新站点、屋龄在15到20年之间的私宅，就会发现他们的租金溢价能力正向核心区靠拢。这不是因为房子变仙了，而是因为48亿的投入提升了这些地块的效率。第二是中产阶级的选择权变大了，以前想生活在金融圈附近，大多数人只能选择昂贵的 CBD 公寓，但现在环线把南部滨水区、西部 One North 和核心区连成了一个15分钟生活圈。这种去中心化并非让房价下跌，而是实现溢价的平移。聪明的买家不用再死磕 CBD 豪宅，环线周边的成熟生活区因便捷性和配套成了更抗跌的选择。第三，我们要看清政府给出的名牌信号，这3个新站点是明确的风向标，告诉我们未来的资源和商业配套会向南部倾斜。那些所谓被抛弃的区域，针对的是无法看懂这种逻辑的人。现在的关键是如何抓住这波交通升级带来的窗口期，找到下一个10年的价值洼地。如果你以为48亿新元只是为了修3个站和提升点通勤效率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这场闭环的最终赢家其实是新加坡政府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一部交通闭环其实是南部滨水区这盘大棋的药引子。可能有些观众知道，到了2026年，大势港口预计会成型，原本占据新加坡南部大片土地的货运码头将全部搬走，南部沿海会空出1000公顷的土地，而这块的预计将被打造成一个全新的滨水住宅和商业区。说白了，这是未来几十年的摇钱树。然而没有便利的交通，这些地块的价格能卖得上去吗？没人会愿意搬到一个交通孤立的地方。这时候环线闭环就成了点燃这片土地的引爆器。不仅如此，环线闭环还起到了去中心化的战略作用。通过闭环南部的金融区和西部的科技园，比如 One North 之间的交通流动成本将大大降低。这意味着新加坡未来的经济生产力将不再被局限在传统的 CBD， 而是向多点化、无缝化的协作发展。这是一场极具前瞻性的资源整合。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，新加坡政府疯了吗？不，他们比谁都精明。48亿看似天文数字，实际上是他们用交通基建换来的战略收益。简单说，这钱不是用来让我们少走几步路的，而是用来绕开过去的城市资源格局，重新绘制未来的城市面貌。最后，我想给大家提几个小建议，别再盲目相信地铁盘这个噱头。新站建成后的信号调试可能会带来阵痛期，这恰恰是抄底房产的好机会。更重要的是，透过这次轨道交通的变革，学会去理解资产价值和交通便利的深层关联，这才是应对时代变迁的正确姿势。如果你看得懂这一套逻辑，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，如果你手里有200万新元，你会选择买在现在声名在外的乌节路，还是新地铁周边那些暂未崛起的西富人区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和订阅咱们的频道，让我们继续陪你解读新加坡的故事。我是阿明，我们下期见。